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转化糖浆，下一集我们做月饼。一个柠檬切开，把柠檬汁压出来，用一个导热性比较好的锅，加入水、柠檬汁和糖。很多人都会说呢，不要搅拌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，会把糖或者很多的糖浆搅到这个锅的边上。而且你看，即便是我这样慢慢的搅拌，刮刀上还是会有糖的颗粒。这些锅边或者是刮刀上糖的晶体呢，在熬制的过程中，如果又落回了糖浆中，有可能会造成糖浆的重新结晶，这个是你要避免的。你知道道理了，其实你可以搅拌，但是要小心。水开之后，火调到最小，糖完全融化以后，导热比较均匀的话，你确实也不需要搅拌。糖浆的温度会在105摄氏度保持很长的时间，20分钟后，糖浆会到达一个温度112到114摄氏度。这个时候，糖浆是非常浅的浅黄色。通常认为到达这个温度，白糖基本上就转化完全了。如果是做一般的转化糖浆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收工了。放凉之后呢，它的颜色和浓稠程度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糖浆的用途非常广泛，但是做中式的月饼，糖浆的颜色还可以再深一点。再经过10分钟，温度到达127到128摄氏度的时候呢，它的颜色由浅黄色转变为了浅琥珀色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在冷却的过程中，颜色还会加深。因为加入了柠檬，改变了糖浆的性质，即便是烧到这个温度呢，冷却之后呢，也不会变成硬糖。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用60毫升的水把小苏打化开。糖浆熬到琥珀色，放凉之后呢，它是很稠的，要加一些水来稀释。而加入碱性物质小苏打是用来中和糖浆中的酸。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气泡，这些气泡很快会浮到糖浆的表面，然后慢慢的散去。我把它倒在一个白色的碗里，气泡退去之后呢，你可以看清楚它的颜色。如果放凉之后呢，气泡没有跑出来，说明你的糖浆稠了，可以稍微加热一点，然后用水稀释。洗锅的时候呢，给里面倒一点水，烧开之后呢，锅自然就干净了。第二天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气泡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本色，非常漂亮的色泽。你有没有发现糖浆的颜色不仅加深了，而且还变红了？转化糖浆的分子结构跟蜂蜜非常类似，在室温下呢，它的形态也和蜂蜜差不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你经常会看到有人用蜂蜜代替转化糖浆来做月饼。蜂蜜可以代替转化糖浆，反过来呢，转化糖浆也可以代替蜂蜜。而且它的成本更低一些，比白糖还要更甜一点，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，不仅仅是做月饼。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